你进入了一款休闲游戏，可系统却要求你扮演 NPC 培养女帝。游戏内你和龙小小结为道侣，正培养的元婴期时，你傻眼了。龙小小是天气之体，无法继续突破不说，修为还会倒退。好在国师姚希偷偷约见你，表示这种情况有办法解决，但当着妻子的面没法说。愿闻其详。在姚希的解释中，你明白了，想冲破天气之体的桎梏，需要2样东西：一是修炼太上忘情之道，二是获得一枚悟道果。只有斩情成道，才有重塑丹田可能。他很好奇你会如何选择，因为这事儿对你百害而无一利。龙小小不斩情，就和你形同陌路。你笑了，这还用选吗？肯定是斩情啊！只有龙大小姐成了女帝，才能通关拿奖励啊！对你来说，这就是一个游戏，换个老婆什么的，心里没负担啊。得知你的选择，姚希欣慰点头，这男子倒是个痴情之人。于是把太上忘情的功法交给了你，剩下的问题交到了你面前，必须要让龙大小姐对自己彻底失望才行。可这该怎么办呢？妹子们纷纷感慨，谁能想到啊，小龙虽然是所谓的天气之体，我都有点可怜他了。这感觉不好受吧，让他整天嘚瑟，这下遭报应了吧。而以前一贯和他争抢的公孙雅柔，这回却沉默了，不忍心打击闺蜜间情敌。龙小小心中苦涩，老娘原来是这种体质吗？不能修炼就算了，以后还和逐步退化成凡人。不过幸好身边还有萧凡哥哥，哪怕我是废体，也会对我不离不弃。他想好了，接下来要好好珍惜和父亲萧凡在一起的剩余时间，游历大好山河，吃遍世间美食。但接下来他收到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因为居然在一个青楼中搂着一个妖艳女子，和其他人大打出手，还喝得醉醺醺的。小龙起初还觉得夫君可能只是心情不好，但接下来的日子你对他冷落非常，还经常去青楼。龙小小呆呆看着这一切，心脏好像被人狠狠打了一拳，2行清泪就未流下。痛，太痛了！小凡，你为何如此？就因为我是天气之体，就如此刻薄于我，几百上千年夫妻情分，不值一提吗？萧凡背叛了小师妹。得知这个消息，公孙雅柔也是懵逼的。虽然剧情走向对他有利，但他却高兴不起来。他不认为你这个会背叛妻子的人，当初你和他在一起那种忠贞和爱，至今难以忘怀。哪怕你死后，他还愿意在红尘中等你归来，这其中难道有隐情吗？世界频道内大家都吵翻天了，你已经成了个人人喊打的渣男。不过雅仙发现不对劲啊，自己的师叔玄威一边痛骂萧凡是个负心汉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但在游戏中竟然开始连夜赶路去京城。是说这会儿你去了干嘛？玄威有点心虚，我光骂他不解气，还要去当面抽他耳光。温雅贤差点笑出声，你一个元婴期抽化神耳光，那点小心思谁不知道啊？呵呵哒，这个不检点的贱女人。虽然心中逼痛骂，但他也赶紧开始订票赶路。师叔啊，我和你一起去。这种狗渣男，人人得诛之。而另一头，小龙再次遭到背叛。某天，朝廷的追捕到来，说有人举报他以前是他的钦差，他一路逃遁，杀出还受了很重的伤。直到在某个小巷子内听到传闻，说这次都是一位姓萧的侠士大义灭亲，举报了自己娘子。非但如此，该侠士还被当了宰相女儿看中，成为赘婿。龙小小如遭雷击，想不到居然是夫君你出卖了我。这回聊天群也炸了，我操，这狗东西已经不是渣男人形容了。温雅贤说，这比陈世美还让人厌恶啊，他们这会儿也不敢去找你了，太过可怕。而这一切都是国师姚希安排的。现实中龙小小浑身发抖和沮丧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一开始我就看错他了吗？甚至在游戏内有自杀的冲动，但想想忍住了，不服气呀！如果他真的就死了，岂不是正和那个狗男人的戏码？要活下去，找渣男报仇！终于在这样的信念下，在不断追杀中，他浑身浴血掉入河中，顺着河水漂流到了一座尼姑庵面前，从此拜入门内。在里面出家3年后，龙小小发现老尼姑一直在偷偷看某种功法，某天提出要学习，拿来一看，赫然是4个大字：太上忘情。这可是道门内的高深秘法呀！他修炼这个，彻底忘了那个狗男人。接下来的日子虽然过得很平淡，但每当午夜梦回，枕头都会被泪水打湿。终于4年下来，他的感情逐渐变少，目光冰寒，成了一个毫无任何感情的道姑。终于某天，他在巧合得到一枚悟道果的情况下，重塑丹田，斩情成功。恭喜你获得金色天赋太上忘情，有情者自伤，无情者伤人，对异性造成伤害提高50%，精神伤害几乎免疫。龙大小姐呆住了，
以前自己好不容易有个紫色天赋，还都是仗着家里有钱，后来嚣张一点也是因为老公。这下好，总算有个靠自己努力得到的金色天赋。哼，臭男人，没有你老娘也行。但他根本想不到，这个金色天赋也是你为了他费尽心思搞来的。龙笑笑只感觉自己现在强大无比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化强3倍？没错，现在就是要找这个狗男人报仇。世界频道里也炸了，不是小龙这就得到奇遇了。要知道他们还没人拿到过金卡呢，因为目前阶段还打不过你，还得苦修。但小龙是越想越气，被自己最亲近、最爱、最信任的人背叛，不能原谅这个混蛋。想到这，一下冲到你房门口。游戏里打不过，现实中总行吧？开门，小凡开门。可等你不情不愿打开门的时候，一拳打到脸上，然后转身就走。你都懵了，啥情况呀？龙大小姐脾气有点奇怪啊。她没多想，主要是游戏内2次元的小龙等着呢，3次元的女人休想影响我。可得到的却是国师瑶汐的消息，萧凡长老，龙笑笑战情成功，现在修炼的反虚境已经在来杀你的路上了。不是国师，这和当初说好的不一样啊！不是说泰山望京后无爱亦无怨吗？怎么还记恨我？对一个陌生人，凭什么喊打喊杀？瑶汐嘴角抽抽，这我也无法理解。但他多少知道，游戏中的小龙的确是泰山忘情，但现实中不是啊！憋着一口气要来报答渣男，你也是真的吐了呀！一个雨夜，面对黑化后的龙笑笑，你坦言，其实我俩之间没必要生死相向，以我的资质对你修炼大有帮助。可龙笑笑是炸毛，狗男人还想骗我，拔出剑来，一条银龙飞上天去。如今的他真的很强，你是无语了，到这份上还说啥呢？山挡冲开吧！在一场激战后，你的长剑都被打碎，龙笑笑用诛仙剑阵把你困在原地，剑横在脖子上的时候，他有点不忍，我真的要杀了他吗？以前夫妻俩多好呀，相濡以沫，怎么会到今天这一幕呢？夫君他会不会有什么苦衷？这时候世界频道里开始炸锅了，我操，这都不杀他，难道是传说中的恋爱脑？这种人渣，你不杀我笑话你一辈子。姐妹们谁懂啊？为什么害奇男都有一个不离不弃的老婆，气都冷。龙笑笑涨红了脸，你们别说了，我不杀他，只是想让他更痛苦罢了。死太便宜他了，我让他生不如死。每天给我端茶倒水，秒捶腿，喝老娘的丝袜洗脚水。你也是真的吐了呀？不是姑奶奶快动手啊！我要重开。说罢拿起短剑一把摸过脖子，挂了。于是一副立会出现，一袭白衣，龙笑笑冰冷持剑而立，而萧凡倒在地上，双目失去神采。龙笑笑沉默了，他自杀了吗？没有报复渣男的快乐和兴奋，现在的少女只感觉心中弱弱的，好难受。为什么世间总有那么多的悲剧呢？而群内一大群人总算满意了，好死！温雅强表示，这渣男终于死了，大快人心。孙薇叹口气，有点遗憾，萧凡就这么死了吗？这少年郎出身微末，具有逆天之姿，谁和他关系莫逆，便有平步青云可能，堪称行走的大机缘。国师瑶汐站在雨夜的高塔上，惋惜看着这一幕，死了吗？也好，放心吧，萧凡，下一世我不会让你再这么憋屈死去。公孙瑶瑶叹口气，小师妹，我总感觉他有苦衷啊。接下来是你的结算画面，通关评价紫色，整体形象信近小人，为世人鄙夷。恭喜宿主人品大爆发，获得奖励龙象阵愈进，修炼到极致，一举一动宛若天威，摘星拿月。舒服，这是门修炼肉身的神功啊！另外，昊天镜也获得升级，可以短暂获得之前某一次推演的能力。另一边，你死后龙笑笑很快到了反系巅峰，可要破下一个大境界，难度异常之大。竟然100年都未有寸进，反倒是儿子萧浩早他一步已达渡劫期，但他难以接受父母反目、父亲横死的悲剧，远走生命禁区，立下诺大威名。直到修炼到大成期后，仗着荒古圣体大闹朝廷，终于从宰相之女口中得知这当年事情的真相。朝廷的皇帝为了威胁萧浩，抓了母亲龙笑笑，在这争斗中不慎将其逼死，自此游戏结束。龙笑笑泪流满面，原来从头到尾都是我误会了他，他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我呀，我却误会他，恨他，还亲手害死他，我是真该死啊！另一头，你本来在闭目养神，忽然感觉有个温热气息扑面而来，睁开眼看到的却是龙笑笑梨花带雨的脸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，那一封情诗，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。轮回彩蝶花间自负，只求春蚕丝，剪不断，共缠绵，世世世世。
对不起，夫君，是笑笑错了，笑笑真的好想你。你傻眼了？我这是在做梦吗？不对，龙笑笑叫我什么？夫君？难道这游戏不是假的吗？不对劲啊！想起来两女对你的态度，反应过来了。感情我一直以为的单机游戏，结果他喵的是个网游。少女死死趴在你胸口，哭得梨花带雨。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傻事？我再也不和你分开，再也不要。